食欲监狱恐怖1406届一卷。那天半夜，点名窗里先塞出来的不是脸，是一截泡白的舌头。那截舌头上还粘着半块铁号牌，边角一下一下敲着窗框，敲得我后颈整片发麻。我还没退开，窗后那个编号 B16的犯人整张嘴就从脸中间裂到耳根，牙不是往里长，是一排一排往外翻，连嘴唇都搂不住。下一秒，他胸口也跟着裂开，黑红色的水和细得像面线一样的肉虫一起喷出来，整张点名窗被他撞得往外弹。我往旁边扑，肩膀还是被那股水扫到，冷得像整桶冰海水直接泼在骨头上。站我左边的郭班长慢了半步，B16那张裂开的嘴先咬住他下巴，再往上一扯，我亲眼看见郭班长整张脸皮和喉咙一起被扯开，血喷的整面墙都是，他腰上那串铁牌也跟着掉满地，当当当一路滚到我脚边。我牙一咬，眼前只剩2个字：鲜活。我伸手乱抓，抓到一块沾血的铁号牌，那块牌子冰得离谱，像从井底刚捞上来，上面刻着47。我根本没空想，抬手就把它拍进旁边那格的牌槽。B16明明整个身子都往我这边压过来了，结果那块铁牌一进槽，他那对翻出来的牙忽然停了一下，紧接着他像被人从后脑往右边扯，整颗头硬生生转开，扑向47格那个还在哀嚎的受犯人。铁栏里立刻传出骨头断掉的脆声，那个受犯人连手都来不及抬，胸口就被B16扯出一个洞，洞里还有几条红肉虫沿着肋骨往外钻。我贴着墙大口喘，胃里全是酸水。郭班长的半截脸还挂在窗边，血一滴一滴掉在我鞋尖上。旁边的警报灯一直转，红光刮过墙面，整条点名走到像泡在薄薄的血水里。把窗关上，把牌补回去。后面有人吼，是尤副典狱长，他手里拿着短枪，人却没有靠过来，只站在3步外，看着我，像在看一块还能不能用的抹布。我低头一看，自己拍进去的那块47号牌，边角正在微微发热。更怪的是，我胸口也跟着一阵刺痛，像有人拿烧红的指节，隔着制服在我皮肉上狠狠按了一下。我抬手去摸，布料底下真有一小块凸起，可尤副典狱长已经走到我面前。他看了一眼死掉的郭班长，又看了一眼我手上的血。你叫江耀成，对吧？我点头，喉咙干得连人都挤不出来。今晚开始，你补郭正明的班。我瞪着他，一时没听懂。他把一串钥匙丢进我怀里，声音硬得像在丢铁块。人都下到第3圈了，点名不能停。你把今晚撑完，违情津贴3倍。冷藏室那箱凝血针，我先放你名字。我手指一下收紧。凝血针，江小满这个月要用的，就是那个。前期晚点9点才传讯息给我，说医院那边不等人，最晚明天下午没看到钱，他就先去把孩子转去便宜一点的安养床位。便宜一点那5个字，我看到的时候整个人坐在机车上发愣。江小满今年才8岁，凝血功能从小就烂，一碰就淤，一流血就停不住。他上个月鼻血流到半夜，半张枕头都红了。我抱着他冲急诊，他缩在我怀里一直抖，小声问我：“爸爸，我是不是又很贵？”那句话到现在还卡在我胸口。所以尤副典狱长把凝血针一讲出口，我牙都先咬紧了。食欲监狱这份夜班，本来就是我自己点头接的，只是我进来前，没人跟我说过，这座终极监狱不是只有犯人会咬人，他连号码都会咬。点名走到清完事后，我跟着尤副典狱长往下走。食欲监狱盖在失落深海洞穴里，外面看起来像一座快散架的海牙升降塔，真正的牢区在海面底下。我们先搭铁笼电梯往下沉，电梯一关，四面只剩铁网和往下落的水声，海风早就进不来了。
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旧血、尸铁和盐巴发烂的味道，粘在鼻孔里，怎么吸都甩不掉。电梯越往下，洞壁上的水就越多，有些地方不是单纯渗水，是整片石头像在慢慢吐气，一股一股往外渗黑红色的泡沫。我不敢盯太久，因为那泡沫里偶尔会露出一小截白牙似的硬骨。第3圈一开门，整层牢区像一口沿着洞壁绕出去的大铁盆，牢房一格一格贴着圆弧排开，中间是往下挖空的黑井，井口四周架着锈烂护栏，最下面看不见底，只听得到水打岩壁的闷响。每隔几秒，井底就会传上来一声很长的脱气声，像有很大的活物贴着水面在喘。那口井叫胃井。尤副典狱长边走边说，声音平到像在报气温。犯人吞错海里捞上来的肉，身上长虫，脑子发疯，号位乱掉，最后都要往那边送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没看我，只抬手指了指我胸口。你刚才捡到那块牌，别弄丢。今晚要是再出事，你用得到。那到底是什么？我问出口才发现自己声音有点抖。尤副典狱长停都没停。你晚点自然会懂。这地方每个人都这样讲话，一句话只给一半，剩下一半要你自己下去撞墙，撞到头破血流才懂。我们走到值班桌时，桌边已经站了一个瘦高男人，他穿的是外包工衣，袖口沾满褐色污渍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脸色却灰得像几晚没睡。他一看到我，先看我手上的号牌，再看我胸口。你也被拉来补班？我点头。陈一达，大家都叫我阿达。他伸手过来，掌心冰得像病人。郭班长死了，今晚倒霉的就换我们。尤副典狱长把点名册往桌上一丢，一圈一圈点下去，少一个，排补上，多一个，找出谁烂格。点到第4圈的时候，唐医官会开冷藏室，将药盛，药在他那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阿达低头翻点名册，翻到一半，忽然压低声音：“你刚才是不是把47号押去别格？”我看着他，他舔了舔发白的嘴唇。井底那批怪物不先追脸，先追号，牌挂到哪里，他们就往哪里去。你早就知道。知道一半。阿达苦笑一下，眼神却没笑。我上一个搭班的人，就是想把自己的腕带藏起来，结果号没消掉，人先被拖走。他把袖子往上拉，我看见他手腕上扣着一圈黑铁腕带，内侧刻着73，皮肤被压出一整圈淤痕，像长在肉里。我低头看自己手里那块47号牌，胃又缩了一下。这一圈从第3圈先点。第一格牢房里坐着一个头发全湿的男人，身上只剩半件囚衣，2只手被铁链锁在背后。他抬头看我们的时候，眼白里全是血丝，牙齿缝里卡着碎肉。阿达念号，他张嘴回声阴道还像人。第2格是2个人，一个蹲着，一个躺着。躺着那个肚子很大，不是肥，是整片肚皮从里面鼓到发亮，薄的看到底下有条红肉虫在爬。我才多看一眼，他肚皮里那条影子，突然往我这边一顶，整块皮肉跟着隆起来。我往后退一步，后背直接撞上铁桌。阿达赶快把排槽里的铁片往左拨半格，里头那个隆起才慢慢平掉。别站太正。他压低声音，你离排槽太近，他会以为你在前面。我听得头皮整片紧起来。我们一路点过去，越往下，活人越少，像人的也越少。有的犯人耳朵里塞着海螺一样的肉壳，讲话时会发出很深的回音。有的胸口皮肤被人割开，再缝进一块生锈铁牌，数字就直接挂在肉上。还有一格里头只剩半个人，下半身没了，腰以下全空，偏偏他2只手还扣在铁栏上，指甲一下一下抠着地面。
看见我们走过去，他嘴角往上扯，露出里面满满的细牙。别看太久。这次不是阿达，声音从我右边传来。我一转头，才发现第4排最尾端那格有个干瘦老头一直坐在阴影里，他头发白得发黄，脸像遮树皮，眼睛却亮得不正常。看久了，他们会记你。老头把手伸出栏外一小截，手背上不是皮，是一片一片泡白的裂纹。他手腕没有腕带，胸口却挂着一块旧铜牌，牌号31。阿达停了一下，像不太想理他，老头却先朝我笑。新来的。我没接话。刚刚点名窗那口，你靠47挡开的吧？我盯着他，这老头怎么会知道？他像看懂我脸上的疑心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我以前在这栋里跑传道，这地方改监狱以前，我就下来过。井底那批怪物挑食，认牌、认床、认名册，就是不太认人。你是谁？杜老奎。他把那个名字说得很平，跟抱一块烂石头没两样。你要活久一点，记好一句：空牌能接一口，死牌能挡一口。活人的牌最好用，也最脏。我胸口忽然又抽透了一下，这回不止痛，还一路热进肋骨里。我背过身，手偷偷伸进衣服，指尖一碰到皮肤，我整个人差点弹起来。我胸口真的多了一个数字，不是幻觉。一个红紫色的47，像淤青，又像有人把字从皮下慢慢顶上来。我赶快把手抽出来，阿达正盯着我，眼神发虚。出来了。我没回他，却自己苦笑。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是65，后来换的太多，现在手臂内侧都一排了。说完，他把袖子再卷高一点，我看到他小臂内侧真的有一串淡调又重叠的号码，像一层又一层旧伤。我还来不及问，头顶忽然响起一声很沉的钟，不是电子铃，是那种旧铜钟整个敲开的声音。整层牢区先静了一瞬，下一秒，整排牢房的人全动了，不是一起吼，是一起抬头，几十张脸同时往井口方向抬，骨头跟着咔咔响。有几个本来趴着不动的，也慢慢用肘关节把自己撑了起来。我听见井底那口喘气声变近了，比刚才近很多。杜老奎忽然抓住铁栏，声音低到像从肺里挤出来。点名后要补号了。补什么号？少的号。他盯着我手上的47，眼皮都不眨。刚才死一个，烂一格，井底就会上来找。钟声第2下落下来时，第3圈最里面那排铁门同时震了一下，像有很重的活物在另一头，一格一格撞过去。阿达脸色全白，抓着点名册的手一直抖。走，先去唐医官那边，他手上有今晚要补的牌。我们沿着外圈往医务间跑，才跑到半路，左边第3格牢房里忽然伸出一只手，那手不是正常人的手，手背上的皮全裂了，里面卡着2排细牙。他从栏杆缝里一把扣住阿达手腕，阿达整个人被扯得撞上铁栏，腕带在栏杆上刮出刺耳的声音。那只牙手已经咬上他腕带，我本能的去拉，结果另一只更细的红肉虫从栏里窜出来，贴着我手背滑过去，那处感黏的要命，像一条有温度的肠子。我微一翻，差点直接吐出来。阿达惨叫的喉咙都哑了。我眼角扫到墙边有一个空的牌槽，上头刻88，里面没牌。杜老奎刚才那句空牌能接一口，猛地撞回我耳朵里。我甩开那条红肉虫，伸手从郭班长那串掉来的牌里抓出一块没沾太多血的，根本没看清数字，直接往88那格压。铁牌一进槽，咬住阿达腕带的那只牙手忽然松开，紧接着隔壁原本安静那个牢房里，一个秃头犯人整个人被拖起来，后脑狠狠撞上铁栏，2条红肉虫从栏内缝里一起缠上他脖子。
那个人脚尖乱踢，眼珠一路往外鼓，没几下就不动了。阿达摔坐在地上，抱着手腕喘到咳。我看着自己刚压进去的牌，胃里发冷。那上面的号码是88，刚才被拖起来的秃头犯人，牢门正好也是88。阿达靠着墙站起来，手腕已经被咬掉一块肉。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，像在谢我，又像在怕我。你学很快。他这句话讲得很轻，我听了却觉得胸口又被那块烧热的号牌烫了一次。医务间在第3圈尾端，门口挂着一盏小白灯，唐医官坐在里面，白袍外头还套着防水围裙，正低头用钳子夹一截蠕动的红肉。那截红肉刚从一个铁盆里夹出来，还在拼命扭。他手边钢盘里已经排了7、8节一样的。我一进门，先闻到一股浓到发甜的腥味，再往里一看，靠墙那台冷藏柜上贴着我熟到不能再熟的药厂标签，就是江小满现在打的那款凝血针。我整个人差点往前冲。唐医官把钳子放下，慢慢摘掉手套。别急，那箱药今晚还不是你的。他讲话很轻，像怕吵到谁。可我看他手指缝里全是洗不掉的红。尤副典狱长说，只要我撑完班是底。他抬眼看我，眼珠很黑，黑的几乎看不见光。第4圈有个跑出栏外的感染体，躲在微景维修道。你们把他拖回收纳阁，我就先给你2盒。阿达脸色更难看了。唐医官，维修道那边不是今晚。他头都没转。你可以不去。那药也可以不拿。我看着冷藏柜里那几盒药，手心整片出汗。前期白天传来的语音还在我手机里。他讲到后面声音整个哑掉，说将要成。我不是逼你，可小满今天又留了，医师说不能再拖。我不想再听第2次，所以我点了头。阿达骂了一声脏话，但还是跟着拿了电击棍。维修道在第4圈下方，要穿过一道只开一半的闸门。门一推开，潮气整个扑脸。里面不是正常走道，是一条贴着洞壁挖出来的窄路。左手边就是井壁，右手边一格一格是废弃收纳房，地面全是湿的，踩上去会滑。有些水洼不是清水，颜色发黑，边缘还浮着油亮的红膜。阿达走前面，我拿着手电跟在后面。光一照出去，墙上全是刮痕，有些像指甲，有些像牙。再往深一点，我看见好几串数字，不是油漆写的，像有人拿带血的指头，一笔一笔在墙上抹出来。47、73、88、30亿，每个数字后面都拖着长长一道红痕，一路往井口方向下去。阿达停住脚，他们在记。我没问记什么，因为我已经看到前面那扇收纳门底下，正慢慢流出黑红色的水，里头有牙在啃骨头，一下一下，硬得像在咬骨头。阿达把电击棍举起来，我则摸向腰侧那串铁牌。门一推开，手电光先照到一只脚，那脚穿着戒护靴，膝盖以下却整段反折过去，像被人硬扭到背面。再往上照，我心口整个缩住。那是个穿戒护制服的男人，可他肚子被剖开了，里面塞的不是肠子，是一团一团缠在一起的红肉虫。那些虫沿着他肋骨在爬，像有人把一把细红绳硬塞进身体里，再让他们自己找路。他头抬起来时，嘴里还咬着半块人的手掌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，他胸口挂着的牌，不是工号，是床位牌。99。他一看见我们，喉咙里先滚出一声很长的嗤响，接着四肢着的往外爬，那速度快到根本不像人。阿达电击棍才举起来，那头血浆已经扑到他腿上，嘴里那排外翻的牙直接咬进他小腿。
阿达惨叫着往墙上撞，我手里那只手电也掉了，光在地上乱滚，整条维修道被照得忽明忽暗。那血将抬头看我，他嘴边还挂着阿达小腿撕下来的一条肉。我下意识后退，背却撞到一块立在墙边的旧点名板，板上挂满发黑的床位牌，很多都空着。我后颈整片一麻，整个人还没想清楚，手已经先抓住一把牌。我看准血将胸口那块99，又看到点名板最上面还有一格空着的99槽。我一咬牙，把他胸前那块牌连皮带肉扯下来，那一下粘得我手指全是血。他整个人猛地往前一扑，几乎咬到我鼻尖。我硬把那块99压进空槽，他像撞上一面看不见的墙，整个头先偏掉。下一秒，他改扑向右边那间原本锁着的收纳格，铁门被他撞得往内凹，一声接一声。阿达抱着腿缩在地上，脸上全是汗，嘴唇白到发青。拖回去。他那句话一出口，我就听懂他指的是要。可我这时候看着那块被我扯下来的床位牌，手一直抖。那牌子背面粘着一小块皮，皮底下还卡着半截白色细骨，不是挂在身上，是藏进去的。就在这时，收纳格里传来第二个声音，不是撞门声，是有人在哭，很低很干。我用地上的手电往里照，门被撞出一条缝，里头蹲着一个小个子男人，双手反绑，嘴巴堵着布，整张脸哭到发紫。他胸口也挂着牌，103。唐医官要我们拖回去的，不是那个介护变的血浆，是这个还活着的。阿达也看到了，脸色一下变了。他是今晚补号的。我转头看他，什么补号？阿达疼到声音发飘。每次有人死，有人乱格，有人号位空掉，监狱就会补一个下去。犯人不够，就拿外包的，拿跑船的，拿送货的。他看着那个哭到喘不过气的男人，整张脸像被掐住。我之前那个搭班就是这样补掉的。我胸口那块47又烫了起来。那个小个子男人拼命拿肩膀撞门，眼睛一直看我。他不是求我，是知道谁能决定他要不要被推出去。这种眼神我以前只在医院看过。江小满要扎针前，也会这样看我。我喉咙整个缩起来。阿达却突然抓住我裤脚，要。他痛到满脸都是泪和汗。你不是要吗？你帮我一把，我出去后也不讲。我低头看他，他小腿那块伤口已经往外窜些红线，那不是血管，是刚刚那种寄虫。如果我现在拖他走，他撑不撑得到医务间都难讲。如果我把收纳格里那个103带回去，唐医官会开冷藏柜。如果我不带，江小满明天下午就没针打。我站在那里，手里全是别人的血，我手还是伸出去了，不是去扶阿达。我走到收纳格前，拉开门，把那个小个子男人嘴里的布扯掉。他第一口气还没吸完，就哑着声音求我：“拜托，不要，我不是犯人，我只是送菜的，我只是被抓来补。”我没让他讲完，我把99那块刚扯下来的旧牌扣到他胸口绑绳上。那一瞬间，他整个人像被冰水从头浇到脚，连哭声都停住了。我自己也抖了一下，因为我胸口那块47忽然淡了一点，像有人从我皮底下扯走一小部分热。我拖着那个人往外走，他一路哭，一路用膝盖磨地。阿达还坐在原地看我，眼神已经不是刚才那种怕，是一股整个人被掏空的呆，像他终于看清我会怎么选。我伸手想拉他，他却自己往后缩，喉咙里挤出一句话：“你先把药拿到吧，我等一下回来拉你。”我这句话一出口，自己都听得出有多假。阿达嘴角动了一下，像想笑，却笑不出来。我没再看他。回医务间那段路，我一直听到后面有抓的声，
不是那个送菜的，是别的。像有更多血浆和寄虫从井边慢慢爬上来。唐医官看到我把人拖回来，一点都不意外。他只看了一眼那块99号牌，就把冷藏柜打开，拿出2汉凝血针，还有一小串细窄的塑胶腕带。我正要去接药，眼角却先扫到那串腕带最上面一条，那上面印着3个字：江小满。我整个人像被铁钩从胃里往上扯。这是什么？我声音一出口就裂了。唐医官看了一眼，像在看一件早就排好的事。备用家属袋。谁准你们碰他名字？我往前一步，药痕差点被我撞掉。唐医官却还是那副平平的脸。你签外包保密合约那天，家属资料就进总册了。谁在里面拿药拿命，谁在外面就会留下位子。你今晚把药带走，位子就会排得更快。我盯着那条细腕带，只觉得整张脸都在发热。小孩用的尺寸，粉白色塑胶边，内侧还印着一小格病历码，就跟医院给江小满那条一模一样。唐医官把2盒药推到我面前，你可以不拿。他说这句话时，手指就按在那条写着江小满的腕带上。你不拿我就把这批资料往前送。胃紧缺的号，外面也不是不能补。我站在那里，耳朵里全是海水声，一波一波，像有人把整口井塞进我头骨里。我最后还是把那2盒药抓了过来，手碰到药痕那一下，我胸口那块47像烫开一样一路往外扩。我痛得眼前发黑，却还是把2盒药塞进外套里。唐医官把那条江小满的腕带收回抽屉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而医务监门外，钟声第3次响了，整座食狱监狱跟着震了一下。远处传来阿达的惨叫，只响一声，就断了。我没出去看，我站在冷藏柜前，外套里压着女儿的药，嘴里却慢慢冒出一股又咸又腥的味道。我低头一咳，掌心里是一小口发黑的血，血里还有很细的一条红线，扭了一下，踩不动。那晚快收班时，尤副典狱长又来了一次。他看了看桌上的点名册，再看我胸口被衣服遮住的位置，像早就知道里面多了什么。恭喜。他嘴上这样说，眼里半点笑都没有。你已经会用了。我把药盒往内带再压深一点，问他一句：如果我想把外面那条家属带拿掉，要怎么做？尤副典狱长这回总算停下脚，他往井口那边看了一眼，往下走，走到总册那一层，把新的号补回去，外面的位子自然就能空出来。补谁？他回头看我，那眼神冷得像洞壁上的水。看你觉得谁比较适合。说完，他就走了。我站在值班桌旁，掌心还捏着那块47号牌，牌子上的血早就干了，可摸上去还是湿冷。井底又传来那种长长的喘气声，这次我听得更清楚，那不是单纯在喘，像有人在水底一个一个慢慢念号：47、73、99，最后那个号，我几乎不敢往下听，可他还是从那团湿黑的回音里浮出来。江小满。